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玛。最近在粉丝群里，南方的宝宝们叫苦连天。湿漉漉的地板，全靠伸手敏捷才能化险为夷。想要出门，镜子根本擦不出可以叫人的时候，每天看着发霉的墙角壁纸，洗澡就跟蒸桑拿一样，洗了衣服不仅不干，还会更湿。春天的坏心情，回南天就贡献了一大半。回南天地板和墙上挂水珠的原因就是暖湿的空气碰到冰冷的物体，水就会凝结在表面。正如这一瓶快乐肥宅水，地板、墙面、玻璃全部都冒汗。都有什么好方法呢？对于小空间，例如衣柜、卫生间这一些，可以通过除湿包来解决。但是仅仅解决小空间的潮湿问题是不行的哦。整体大环境的潮湿对人体是有害的，容易发霉呀，容易产生尘螨。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无端端过敏、无端端风湿等等，有可能就是潮湿做成的。尤其家里面有小孩子和老人家的，大空间的除湿就更重要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对于大空间的除湿最热门的网友推荐：生石灰，这个我也用过，生石灰吸湿特别快，瞬间觉得自己发现这个好物怎么那么聪明。然而呢，过了2周以后，就发现自己有点傻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回南天梅雨季，每10平米的空间，每天要抽5到10升水，每1公斤的生石灰可以吸0.3升水。如果你家是70平的小户型，每天就需要100-200公斤的生石灰。你也可以让货拉拉帮你拉，淘宝呢10公斤16块，一天都要花160到300块钱，其实一点都不便宜哦。第二，生石灰用完了不是扔了就 OK 的，它是建筑垃圾，你家的用量还不少，不好好处理是需要罚款的哦。第三，生石灰还是有安全隐患的，家里有小朋友和宠物的话，真的不要考虑啦。空调，提到除湿，很多粉丝会第一时间想到空调的除湿功能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空调的除湿功能只是附带的，跟除湿机的效果差别很大，毕竟术业有专攻啊。那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呢？空调的除湿原理跟压缩机除湿一样，都是通过潮湿的空气经过冷凝管液化，从而进行抽湿的。空调除湿呢，它的温度设定的越低，它除湿的效果才能越好。与此同时，它耗电量也成正比哦。用户在设置了除湿的功能的时候，空调的压缩机在工作的过程里面就需要不断的进行换向，一会儿制冷，一会儿制热，这样才能保持室温不变。所以压缩机是不停运转的，比较耗电。除湿机耗电量只有空调的1/5左右，因此要达到同样的除湿效果，空调耗电多得多。第二，空调是在固定的空间里面不能移动的哦，但是除湿机是可以移动的，放置在不同的空间里面，移动非常的方便。第三，除湿机可以在冬季、春季房间湿冷的情况下使用，但是在湿冷的天气下，空调除湿是无能为力的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一边降温才能达到抽湿的效果。除湿机，南方潮湿天气很多，春雨、清明、回南天，叭叭叭一直不停，可能会延续100天。买一台除湿机，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。我家用除湿机10多年了，从来没有受过回南天的苦。我本人觉得解决潮湿天气最有效的还是除湿机。市面上最常见的是冷冻式压缩机除湿机，它将潮湿的空气吸进机器里面，然后经过冷凝管，空气中的水分碰到了冷凝管结成水珠，然后滴进去水缸里面，最后机器就将处理过的干燥空气排出机外，这样室内的空气湿度就能降低了。除湿机应该怎么挑选？市面上的除湿机各式各样，挑到一台好的并且适合自己的就非常重要了。是不是越大越好？除湿机的除湿量并不是越大越好的，除湿量越大，噪音耗电量也就越大，也越贵，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买就好了。家里面需要除湿的最大单独区域，例如一个客厅啊，或者是主卧啊，用这一个面积乘以2倍左右，通常就是你需要买的除湿机升数了。例如12升的除湿机适合5平米以下的空间，20升的除湿机适合10平或者10多平方以上的空间。阿玛在选购除湿机的时候真的很懵，为什么总有2个除湿量呢？究竟哪一个才对呢？除湿机呢，其实有2个除湿量的标准，一个是国家标准规定以标准环境27摄氏度相对湿度60%下进行除湿机的性能测试而得出的每天除湿量。有的商品详称
会称这个为名义除湿量，这个呢要求比较严格，每个品牌产品测试环境都是统一的，数值适合用于不同产品的效能恒比。至于另一个除湿量呢，就是出现在商品介绍最显眼位置的那一个，称为最大除湿量或者是厂方标准的除湿量，大部分会以30摄氏度相对湿度80%来测试除湿机，但是每家定的测试标准有可能会不一样哦。例如有的厂家会以32摄氏度或者相对湿度85% 来测试，得出的结果差异很大，不利于恒比。另外呢，这个温度非常高、湿度非常高的测试环境呢，并不符合真实的使用情况哦，所以不适合用来参考。我挑选了几款销量最高的机子，做个表格，举个例子给大家看，包括了2个国产除湿机品牌，德业和多乐系，3个家电大牌，美的、格力、海尔。除湿机的效能呢，通常我们就看名义除湿量，是否省电呢，就要看单位输入功率除湿量。那大家其实可以在商品页面的数据的那一部分找到这一些信息，然后自己除一下的。大家看数据的时候可以看出很多信息来，例如美的，大家不要看它除湿量好像比较大，但其实同时它的耗电量也挺大的，所以综合来看呢，还是不够好。还有就是海尔，这一台海尔一天除那么多水，但是水箱却那么小，估计是想要让你接管使用。如果你不接管的话呢，这种除湿机就不要买，除非你想减肥。有一些粉丝说他一边除湿一边在卧室里面加湿，那他用的除湿机呢，肯定是没有湿度调控功能的了。我个人建议呢，是一定要买可以调控空气湿度的，以免空气过干。总的来说呢，12升的机型呢都是1000元以下为主，水箱大小1.5升到2升左右，只适合非常小的房间，大概是3到5平米，单个空间10平方以上的家呢，就要买5升以上的水缸的，这样才比较实用，否则倒水倒到你怀疑人生。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，所以我推荐不了具体买哪台，加上也没有人赞助咯。总的分析下来呢，国产除湿机的专业户，我对德业的好感比较高。国产家电品牌里面呢，格力的除湿机表现比较好，果然是空调专家。如果大家对进口机子感兴趣呢，可以考虑30，方方面面还是算顶级之一了。但是缺点就是贵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都是呕心沥血整理的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是Easy Life的艾玛，记得关注收藏起来咯，走丢了就找不到我了，拜拜。怎么镜头里面看上去那么胖呢？对。不能安慰一下我吗？不能安慰一下我吗？我就是胖呢，过年的时候谁不胖呢？没见过胖妞吗？微亮镜在怪天黑，我是在夜半黑。穿白深色衣服发霉，扛不住色配。打开空调，除湿越抹电费1000几。神奇麻袋生死灰，结果全部变冷气。海南天到底怎么办？谁能去问局长？我大钱买的衣服，相机却都发霉长毛。除湿机。